我们知道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新加坡。OK， 我就要知道是为什么促使你来到此活动，也就是Cosmo Youth Parade 来当 cosplay 导师吗？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去参加不同国家的活动，因为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当他来寄信来跟我邀请我过去的时候，我就非常期待，然后觉得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OK， 那第二个问题OK， 我们都知道你非常喜欢新衣服的优点。OK， 能谈谈为何他是你最喜欢的角色吗？因为我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个性就是呆呆笨笨的，非常的可爱。可是，一方面我觉得他在 K-ON 里面他扮演的角色，照顾朋友，然后有时候就是他虽然看起来平常很懒惰、懒懒的、懒散，可是他在 K-ON 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默默他会带领大家，像他就非常照顾阿兹莎，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其实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女生，对。OK， 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在众多 U 影的造型当中，我们都知道你 cos 了很多 U 影。对。哪一款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制服吧，因为制服OK， 到我OK，我想请问一下你的那个名字对吧？念念口请问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有没有什么？念念口的名字其实是日文的念念口。OK。那它其实是我某一天在翻那种美少女的那种杂志，就在介绍美少女有些杂志，然后我只是随意翻到一页就决定我的 cosplay， 然后就挑了一个我喜欢的角色。它是出自于一个游戏叫《真实梦境》。OK。对，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念念口。哦。对，然后它汉字翻过来叫妮妮子。OK， 了解。所以这个名字呢是你多久以前取的呢？多久？大概4年前。4年前。OK， 好，了解。OK， 下一题 OK， 那么你最难忘的 cosplay 经验是哪一个呢？有没有比较难忘？就是跟朋友组团的时候去扮演一个作品，在过程中可以跟朋友就是交流说怎么去准备那些道具啦，去准备那些衣服，也可以给朋友建议，然后还可以交到新的同好，喜欢一样作品的同好，然后一起去交流，然后一起去想办法说要怎么样才让整团扮演的更好，更品质更好这样子。好，了解。OK， 在活动上对吗？所以你没有碰过比较那些疯狂的粉丝啊，或者他们会出一些奇怪的要求啊？其实粉丝吗？我其实都把它当成那个一起交流的同好，然后其实他们有奇怪的要求或什么，我并不会说直接去表现出来，我会用很婉转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掉。那其实，在台湾有人有帮我做那个我的个人T恤。OK。对。好，了解。OK，so 下一题是我的那个同事啊，这位叫龙二啊，因为他不会中文，所以我就帮他念那个问题了。OK。OK， 所以是什么让你爱上 cosplay 呢？因为动漫的关系。因为动漫的关系。好。OK， 那么一套服装和道具的制作过程需要多久？其实每一套都不太一样像制服的话，就是要看角色的复杂度。像如果道具类的话，可能就要花1至2个月，然后衣服的话，大概如果单纯只是制服或水手服之类的，大概就1个月就差不多。1个月。对，因为头发我都自己剪，就自己修剪，然后有时候因为最近我其实在学做衣服，其实做衣服的话会使 cosplay 那个准备的速度变得比较快。OK。那么那些做道具和衣服的材料都是自己找的吗？
有时候会请教我朋友，然后互相去交流说，哎，这怎么用，这怎么用这样子。然后基本上材料方面的话，有时候也会去那种杂货店去找相关的，然后再互相拼凑成一个道具这样子。好 ，OK。那么对那些有兴趣加入 cosplay 的那些人们，那你有什么有什么贴士可以跟他们分享？基本上 cosplay 过程，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要自己去体验做道具的感觉啊。还有就是，其实不会做衣服没有关系，可是你在找那些资料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更了解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说现在的 coser 能尽量就是能自己去主动去读去做这样子，也不太需要，就是因为像有些人就是可能会去一直问别人说啊这怎么做这怎么做，可是有时候自己找其实会发现跟平常就其他人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能自己主动去做的话，那就这样。OK， 好。OK， 我的方面比较晚。我们知道了，在动漫角色有一种性格是，外形是很野蛮的嘛，内心是很温柔的。可是那你是对设计的吗？我有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吗？没有，我是说你的真人啊，不是说 cosplay 啊，就是在现实生活里。你说我真的很野蛮吗？也不会啊，对啊。OK， 那么如果需要你扮演一个很野蛮的角色，你会接受吗？你会可以？如果我喜欢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会接受，而且我并且会尝试他的个性。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尝试过这类的角色，那种很野蛮的，是内心是很温柔的。野蛮是不是日文有一句叫傲娇？它的日文叫 tsundere， 很像NES 卓演的西安娜。风大河之类的，就是他们像对那个主角很凶啊，会打啊，会骂啊，就是内心我常常有扮演蛮多类似的。哦，真的吗？对，像那个我的妹男，我们可爱的那个高坂男啊，就是傲娇的一种。OK， 所以我是认为是这种性格。所以他中文叫傲娇。我会开玩笑。OK。对。好，了解。OK， 那第11题了。那么你是如何决定你要扮演的 cosplay 吗？是你不选择你喜欢的角色，还是你认为那个角色是适合你的？所以你喜欢还是适合你的角色？其实我都会考量不过最终就是不管是我喜欢的，或是说这个角色是不是适合我的型，其实我都会考量，当做一个考量点。可是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会看作品里面那个角色为什么会吸引我，是会看这个整个作品的架构跟剧情，还有这个角色在里面的人际就关系链是怎样。其实比较吸引我是剧情上凸显那个角色的特点。好，对。OK， 好，了解。OK，Anthony， 你可以发问了。接下来到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在因为你有扮过许许多多的角色，你认为你扮过的角色当中有哪一个是最有挑战性？比如说最有挑战性，比如说道具比较难做啊之类的。想一想好。我扮演过最难的角色是那个 Queen Gate 的开门者爱丽丝。你要看图吗？我有图。有图。
需要自制的细节。对，就很多细节，非常多。对。你是喜欢这个角色？非常喜欢。我其实他的周边我都收，就是我特别就是去日本，然后就请朋友去日本帮我拿货回来。对，因为有些只能在日本买到。对，然后台湾并没有进那个相关的货，所以他的东西我收藏非常多。对，后来他在日本也有出小说。比较少人知道这件事。对，因为他只有在日本有发售，可是在台湾并没有。我蛮希望台湾能代理。对。那你一定会被购买很多。我一定会买，一定会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这么多动漫的那种角色，有没有哪一些角色是你希望去扮演，而你还没在你的未来计划里面，还是秘密？可以不用讲秘密，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Pink Brother 系列的女王之刃，他那个角色通常都是很多武器跟身上的盔甲，而且因为他每个角色都蛮酷的，所以就是必须说盔甲要做到合身，比较就是他很多细节需要研究，而且每个角色都有他的特性。那如果我希望扮演是希望扮演里面比较成熟的角色，可是偏偏我的脸蛋就是扮演起来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不够那个媚，成熟那种媚的感觉。可能等我10年后再扮演吧。还有多一个就是通常你扮演角色扮演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会去注意的？到底是比如说服装细节，还是说你的谈吐之类的？就是说你可以几乎跟他戏一模一样吗？还是？我会注意他们的动作。我会在家里先学他们动作，如果他们有舞蹈，我也会去练习。对，像这次我要来扮演那个维吾语的阿良的乐舞，他就有一个舞蹈，然后我就会特别会去练一下他可能手的一个动作是这样，一个动作是这样，那我就会当做说定格的 pose 去把。然后角色动变的话，不管是制服还是不管东西再简单，我都会注意那个衣服的版型，每个衣服的版型都不一样。对，然后还有头发的话，我也会非常在意，还有化妆。大概来讲就是我每个角色的细节都就很龟毛，然后对。cosplay 都需要化妆，对，cosplay 都需要化妆。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去保养之类的？就是说可能可以跟我们的那些其他的角色扮演玩家可能分享一下有什么保养。其实我觉得要正常作息，不然很容易隔天就冒一个大痘痘。对，像上周我去录那个就是台湾厂商的一个影片，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很晚睡，然后就隔天就冒一个痘痘在那边。可是你在录影的时候，你又不能靠后置去把它修饰掉。对，所以我觉得正常的作息非常的重要。好，谢谢你。我有最后一个要求，我们可以合照吗？可以。 OK。哦，对了，我们还有东西要送给大家。这是我们跟你的简单交易。喜欢这个。是刚好是。刚好吗？天。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刚好喜欢这个谢谢你。你要拍张照吗？我们全部一起去哦。没有，他拿着这个公仔啊。so this is the person. 你照一下看谁？叫一个1、2、3，还是没关系。1、2、3 ，OK， 到我了。新昌林会员证，对，世界唯一的。
One, two. 我帮我拍一个 landscape，OK。OK。One, two. OK，谢谢你。这个是我的卡，这个是我的娃娃，第一个娃娃。对，他你知道这个？我有办真的吗？这个吗？不是恐龙，哦，普罗米。这位叫莎莎拉。我知道。莎莎拉，这个